砸下6.5亿不到1年就被纪委带走。中国企业家已经连近海都无法安全靠岸了。2025年7月28日晚 ，A 股上市公司世明科技一纸公告，直接把中国企业家的心打入谷底。公司董事长陆勇被留置了，而就在今年年初，他才刚花了6.5亿元拿下公司控股权，年报还没出，留置通知先到。这是社交平台上最热门的评论之一。只是大家笑得有点苦，而这不过是近期被抓高管中的冰山一角。据不完全统计，仅2025年上半年，已有至少15家 A 股上市公司公告称，实际控制人或高管被留置调查，理由从协助调查个人事务，到信息披露违规涉嫌贿赂税务问题，五花八门，理由莫测。但有一点是一致的，几乎全部是民营企业家。陆勇的经历极具代表性，他曾是新能源领域的新贵，毕业于东南大学，操盘过江苏丰辉新能源、华辉新能源、半步堂文化等项目。2024年2月，他通过旗下公司以6.5亿的价格，分2笔买下了世明科技的控股权，并迅速出任董事长。彼时，市场普遍认为他将带领世明科技完成向新能源转型，但谁也没想到，仅仅过了1年不到，迎接他的不是掌声，而是审查、留置、失联。终极大收割真的来了。从2025年4月开始，中国企业界仿佛开启了清洗模式。金点子董事长毕光军出事，西子电梯总裁刘文超出事，浙江建投董事长沈康明出事，居然之家董事长汪林鹏出事，亮家居创始人曾玉洲出事，红星美凯龙创始人车建兴出事。这些名字每一个背后都是曾经的行业巨头，是万千员工赖以生存的靠山，如今却如多米诺骨牌般一个接一个倒下，连跳楼的都已经不再是个案。据北京一家知名财经机构非公开报告披露，仅2025年初至今，被留置的上市公司董事长中，已有5人选择结束自己生命。中国的反腐运动正从远洋捕捞走向近海围剿，而所谓近海捕捞，已经让数以千计的民企老板陷入恐慌边缘。江苏南京一位从事制造业的民营企业主接受采访时坦言，这一波清洗根本不是单纯的反腐，而是一次财政危机下的掠夺性征收。你开厂初期不送礼，能拿到地，能拿到批文，跟税务局、住建、环保、消防哪个不需要打点？过去这些是潜规则，现在全部翻旧账。他直言，现在不是查你做错什么，而是查你当年怎么活下来的。在这样的氛围下，没有背景的民营企业只能靠边站。据第一财经2025年4月数据显示，截至今年第1季度，全国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高达近70万亿元人民币，其中江苏、浙江、山东等制造业大省财政赤字显著扩大。为了找钱，各地纪委和审计部门几乎全员出动，瞄准的就是民营企业家的旧账。从苏州到无锡，从温州到宁波，几乎每个城市都上演着同样一幕：企业家被带走，公告中说是协助调查，但坊间早已传得沸沸扬扬，都是当年打点的，就是翻篇。浙江另一位转型较早的制造业老板，他在2019年起就开始将主要产线迁往越南、马来西亚，如今国内只保留一个小工厂，他的判断令人毛骨悚然。这波不是查大企业，是查你有没有跟地方融资平台有关系；不是查你现在赚不赚钱，是查你当年怎么拿的贷款，怎么买的地。陆勇事件发生后，世明科技第一时间公告澄清其个人事务与公司无关，公司运作正常，试图稳定市场情绪。但市场根本不买账。7月29日，世明科技股价跳空低开，当天跌幅达 8.7%，
投资者在互动平台上的留言充满愤怒和惶恐，谁还敢投民企？国企你碰不起，民企你又不敢碰，这个市场还能怎么玩？而这也正揭示了当前中国资本市场的另一大悖论：监管不透明加政治风险飙升加信心丧失，构成了民营经济的三重地狱。2025年第二季度数据显示，中国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滑 12.4%， 创下近20年来最大跌幅。外商直接投资 FDI 净流入也连续第4个季度为负。投资者不投，外资撤退，企业家跑路，民营经济在流滞潮中一步步走向沉寂。什么叫借海捕捞？说白了，就是不再像过去一样去境外查逃税、清洗外逃资金，而是直接把刀对准了身边的企业家、身边的钱。目标明确，查一个老板，清算一个项目，掏空一家企业，填补一个地方财政窟窿。2025年4月，中央再次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地方财政可持续性治理的通知，其中提及要压实地方政府债务责任，强化财政审计，加强历史项目风险清算。而这被不少财经分析人士解读为地方要自己找水喝了。于是，一场几乎全境扩散的自筹财政运动悄然展开。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查民企老板，有的因为早年通过地方平台融资，有的因为与地方官员私下交易土地资源，有的甚至只是请吃过饭送过礼。没有干净的企业，只有没被盯上的老板。深圳一位接近纪委系统的消息人士告诉媒体，当前纪委办案的核心方向已经悄然转变，从之前的查权到现在的查钱。他表示，只要你企业做得大，就一定有漏洞，关键是查不查而已。更讽刺的是，许多企业家如今正在投身国家政策大力支持的新赛道，新能源、人工智能、数字制造，却仍旧逃不掉被清算的命运。财经学者陈阳指出，你做的是国家鼓励的事，没用。纪委要看的是你10年前怎么融的资，哪年给谁请的吃饭，有没有跟原来的书记搭过台子。浙江老板直言，现在大家私下的主旋律就是2个字：跑路。据南华早报2025年6月报道，中国高净值人群申请新加坡、加拿大、澳大利亚移民项目的申请量同比增长 137%， 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峰。而其中绝大多数来自民营企业主、上市公司创始人、科技新贵。新闻上看到的是大公司出事，小企业主出事连人都找不到。浙江一位制造业老板说，微信群里经常有人说某某老板突然失联，几个星期后才听说是被带走协查。在雪球、陌陌、知乎上，网友对世明科技董事长被留置事件反应强烈。最受点赞的一条留言是，一个名字叫半步堂的公司，结果董事长连半步都没走完，就进了纪委大堂。一句冷笑话，却道尽无数企业家的焦虑与绝望。据国家统计局数据，截至2025年6月，全国民间投资增长率从年初的正 0.7% 跌至负 2.3%， 连续3个季度下滑。而在制造业最密集的江浙沪一带，有高达 31% 的中小制造企业处于停工、半停工状态。不仅如此， A 股市场对高管被查的恐慌也逐步蔓延至普通投资者。Wind 数据显示，近3个月内共计有41家上市公司实控人或高管变动，其中绝大部分未披露明确原因，仅以协助调查被有关部门约谈草草结尾。法不责众的逻辑早已失效，现在是打谁都能打中，无差别收割的恐慌让整个民营经济陷入信心崩塌。更严重的是，国进民退加剧之下，许多产业资本、金融资本开始彻底逃离民企。据彭博社2025年6月调查，外资持有 A 股民营企业股票的比例已降至12年来最低点，
仅剩 6.2%。与此同时，国有资本持续抄底新能源、医药、科技、房地产等关键赛道民企股权，实现暗度陈仓式重组。一个民营企业家如果不敢扩张、不敢投资、不敢请人，甚至连请吃饭都能成为未来被翻账的罪名，这样的商业环境还能继续支撑中国的经济奇迹吗？2025年的今天，我们目睹的是一场制度性信任的全面崩溃。反腐本该是正义之刃，可当它变成了财政工具、政策武器、政治洗牌的时候，它刺中的不再是腐败分子，而是那些曾经敢于冒险、敢于创新、敢于投身国家建设的企业家。当借海捕捞成为常态，当资本不再敢进场，当创业者人人自危，中国经济真正的危险不是 GDP 增速放缓，而是民间信心的塌陷式消失。而这个信心一旦丧失，将难以重建。这不是一场个别事件的连锁反应，而是一次系统性的结构性雪崩。最后，送给每一位仍在坚持的中国企业家一句话：你不是在创业，你是在赌命。